尊敬的面粉们好，一周不见，你们想我了吗？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你们自己操作的胜率怎么样呢？赚到钱了吗？哎，好了，不开玩笑了啊。上周我去办了一些私事儿，那今天呀，我可是有重要事儿，要紧急的给大家更新一期节目，要给大家宣布一个好东西，给你们看一个，这个东西具体有多好，你们等会儿看完我的节目，仔细听完了，你自己定夺，行不行？然后呢，我还想给大家说一下 NFT 行业的内幕以及区块链商业模式的未来，你们都可以好好听一听，长长见识嘛。顺便呢，我会讲一下 NFT 当中很多人都忽略的价值锚这个问题。那在节目最后呢，我还会说一下以太坊分叉的事情。你们仔细听完今天的节目，听完了以后，我有大奖给你们，我会送出价值1000元的大奖哦。那好，节目开始之前呢，请检查一下你们是否打开了屏幕下方的点赞、订阅、小铃铛，否则呢，错过了面具人的财经讯息和我的一些早期的，比如像 XA 呀、AXS 呀、AVAX 那种赚几倍、几十倍的早期商业信息，或者是被政治风险给搞了，而导致你没赚到钱，或者是被政府的恶性政策割韭菜了，可不能怪我啊！以后我会在每期节目中间随机说一个数字，你们听到了这个数字，在留言区回复，包括你的狐狸钱包地址啊，我就会从答对的人当中随机抽取1名，直接给你转账奖钱。那为了公平起见，你们的留言暂时隐藏，3天之后我会显示出来。那顺便把今天的这个节目转发分享到3个平台以上，截图发送到我的邮箱，就可以参与抽取这一次的1000元的好东西大奖了，都是可以卖钱的啊，而且还是可以升值的。这一次我在节目中间说的数字很重要，很值钱。好，来讲正题咱们先不说盘面了，我直接给你们放大招，把今天最重要、最精彩的东西拿到现在就说，那就是 Internal Brawl。翻译成中文应该叫做永恒纷争，这可以说是今年的大金狗，升值倍率非常的高，非常的有潜力。具体潜力点在哪儿呢？来，各位你们看一下就能明白了。 Do you want to learn the truth about the world? Forces in the cosmos, gods who claim to be the righteous owners, or the never-stopping conquering demons? And Terran, the daring challenger. Of course, there are all kinds of bizarre monsters. The bloodshed between them lasted forever, and now is the time for you. Join the war and side with any of them. 那大家看到了啊，这就是 Internal Brawl 的官方网站，网站的整体观感还是非常精美的啊。别急，我登录进去再让你们看看，会更令你惊喜的。反正面具人，我觉得区块链上面目前还真找不到品质如此之高的链游了。好，废话不多说，你们进去看看就知道了。我顺便来给大家再说一下什么是价值啊。来，我点登录啊。好，进来了啊。大家看到了吧？等一下给你们个惊喜啊。当我把鼠标放在这里的时候，你看画面开始动了，很装逼啊。你看这些都是动的啊。这个网站应该是页游配置啊，这个页游应该是做完了。我先带大家来看一看功能吧。等一下啊，让我翻译一下，我这个英语比较拉垮啊。太空工会 Certic 审计 OpenSea 我先给你们看惊喜的吧啊。咱们先来看一看永恒纷争的英雄 Internal Brawl 嘛，翻译过来叫做永恒纷争啊。点英雄榜，一共分为4个阵营：魔族、神族、怪物族和人族。你看魔族有悟空莉莉丝、聂小倩，这是无头骑士，安娜贝尔。神族呢，神族有宙斯、赫尔墨斯、奥丁、雷神啊，
还有湿婆啊，湿婆是印度的神啊。再看一下怪物族，怪物族酒吞童子、爱尔兰精灵，这是河童、美杜莎、狗狗币。我操，狗狗币啊！哎，我把这点开看一下，狗狗币啊，我点进去看一下。哎呦，还是动态的。哎呀，这还看着挺装逼的。哎，你看这狗狗币还甩金币呢，这个应该是配音啊，我放一下啊。这是狗的惨叫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人族。人族成吉思汗、李小龙、Elon Musk 马斯克、川普、斯巴达、马丁路德金，非洲同胞都有啊。我把马斯克点开看一下，我去，这个看着逼格很高啊。我再看一下川普，我对川普其实挺感兴趣的。老观众都知道，我原来经常喷川普哦，川普也是动态的。川普应该也有配音，我听一下啊。我把这个背景音乐先关了。I have featured and will always continue to feature my name prominently and in most cases very strongly in all my incredible enterprises. 我天，这个配音好还原呀！ Tariffs sent billions of dollars home and made America respectable again. 我看一下他的技能。 Respected, okay? We had very stupid people in our Stupid country people. making bad deals for us. 绝望之墙，其他的角色总是和加一距离远离特朗普，而黑色的攻击对特朗普不起作用。这个真的是特别还原川普这个人啊！他搞那个边境墙和他对这个有色人种那些种族上的政策嘛，这些咱们就不多说了，懂的都懂啊。哎，我发现这个项目方真的是很能蹭啊！你看各个国家的这些名人啊，不管是川普还是马斯克，还是狗狗币啊，还是宙斯呀，中国的神呀、魔呀，他们都是自带粉丝的、自带流量的。你比如说川普啊，项目方出个川普，那川粉们肯定喜欢呀。项目方出个马斯克、狗狗币，那不就直接等于把这些狗狗币社区、马斯克社区的流量给吸引过来了？你说你买个狗狗币又不能玩，但是你买了咱们这个永恒纷争的召唤石，你就直接能带着马斯克帮你打架了，带着狗狗币帮你打架了，去虐别人了，去秀一把了，是不是？而且这些人物做的真的是很精美啊，这个配音都是挺还原的。我再来听一下马斯克的啊。马斯克。 It is the circulation of commodities that unite the realization of value with the replacement of use value. 还真挺像啊。好，英雄我们大概看了一下以后，这些英雄你看啊，还有非洲朋友，那非洲朋友就非常能迎合非洲的消费群体。刚才不是还看到有印度神，印度神就能特别迎合印度市场。这个是圣女贞德，这是法国的。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好像还有个瓦尔基里，瓦尔基里他说的是应该是欧洲话，我听一下啊。Himmelen är också min slagmark. 还真的是挪威语。那这个中国英雄应该说的是中文吧？听一下啊。比比看，你们两个谁更厉害？还真是中文。我喜欢的要多一点。我再听一下悟空的啊。没有什么，逃得过俺老孙的法眼。没有什么。从耳朵里掏出13500斤的棍子，让你瞧瞧。哎呀，真的很有特色啊！它特别的体现出来各个国家的民族文化，而且它非常尊重不同的民族文化，用的都是就是每个国家它用的都是他们自己的母语啊，非常好，这一点非常好，也不存在就是好像感觉这个文化不尊重呀、辱华什么的这种啊，不然的话，有些的玻璃心小粉红还觉得这不行那不行了。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玩法啊，看一下玩法，乱斗模式。哎呦，啊，这个是已经做好了的页游啊，有5人局，排名模式。这排名模式应该是2对2啊。经典模式啊，看一下，这是1、2、3、4、5、6、7、8人局啊。我自己是国王，啊，我们就说8人局吧。8人局里面分为几种身份啊，身份有国王、骑士、叛军和野心家。每局开始的时候，国王先动，而且国王的身份是公开的，除了国王之外，其他的玩家的身份都是隐藏的。那不同的身份获胜的方式也都不太一样。叛军的获胜方式就是杀死国王就能获胜，而国王和骑士则要杀死叛军，并且找出野心家也给杀掉，就能获胜。可是如果国王死了，骑士就自动失败了。而骑士为了保护国王而死，那骑士不会输，但是呢，骑士死了以后，国王就会孤军奋战，就会陷入劣势，更容易输。而最后一个也是难度最大的，也是我觉得很好玩的一个身份，那就是野心家嘛。野心家他的目标是要平衡战局啊。如果说骑士和国王太强势了，他就要帮这个叛军；如果叛军太强势了，他就要帮这个骑士和国王，因为他的目的是活到最后，把国王杀掉，他才能赢。但是又由于野心家的身份同样也是隐藏的，所以呢，他可以装成友军，也可以装成敌军啊。你必须要根据这些场上每个人的行为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身份，谁是敌，谁是友。那么国王杀了反贼，我三国杀玩多了，我这个跟三国杀好像哦。国王杀了叛军以后，国王能抽3张卡，得到一些奖励，但是国王误杀了骑士，就会受到惩罚，丢掉所有的卡。但是叛军杀掉骑士则不会有什么奖励，因为骑士是舍生未死嘛，对吧？那最后就是这个野心家，野心家他的目标就是赢了所有人，但是很难。不过呢，虽然难度很高，但是他的回报率也很高啊，因为你一个人赢8个人，对不对？你拿走所有的奖励。整体的玩法我刚才也说了，类似于狼人杀、三国杀。骑士是警察，叛军是狼嘛，野心家是女巫，骑士是忠臣，然后国王是主公，叛军是反贼，野心家是那个内奸嘛。这个游戏啊，你一说到三国杀了，我就告诉你，它的可玩性和品质就在这儿了啊。而且据我了解啊，这个游戏它有玩法是有下注模式的，那么也就意味着你是可以选择自己上场下注，还是说啊你不擅长玩游戏，你可以看别人玩，让别人帮你玩，你给别人下注，对吧？赢了你赚钱，输了你就不赚钱，对吧？你自己能玩你就玩，玩不了你可以选择胜率你觉得不错的人，你相信他，你就让他帮你玩，对不对？或者是你干脆直接就买召唤石啊，现在购买召唤石，直接买强力英雄啊，你有一个强力英雄，你直接吊打别人虐别人，那你也是能赢，胜率高，你赚钱，对吧？咱们这个胜率啊要求不高，51%、52%，那这就意味着你是不是就是一直能胜利了，一直赚钱了？而且这种下注的玩法，它是没有泡沫的。咱们没事了，休闲2局，对吧？就跟朋友之间打个扑克牌呀、德州呀啥的，啊，赢了输了就是那回事了，对不对？最重要的是，永恒纷争要比其他的打金游戏竞技性更强，观赏性更强。你光看这个游戏做的品质，你就能看出来了嘛，对吧？而且它是没有泡沫的，它不会崩盘。各位，我就说句难听话。你们见过麻将馆崩盘没？见过拉斯维加斯崩盘没？没有吧？它是一直赚钱的。而且我刚才说到三国杀了，你们知道三国杀多赚钱不？三国杀去年1年的营收就有20多个亿。那咱们永恒纷争要求也不高啊，1年卖上个4、5个亿。咱们这些早期玩家，早期投资者
就能翻多少倍啊？你想想，是不是？现在他的资金池才多少？几百万 U， 那万一变成几亿 U 呢？你想想，你的资产要增值多少倍，对不对？哦，刚才说到了三国杀了啊。相比永恒纷争 Eternal Blood 的召唤石，我们不妨来算一算永恒纷争的升值潜力啊，就拿三国杀来对标。三国杀的高级英雄，比如神荀彧呀、张仲景呀、神曹操呀，也是只能通过开宝箱获得的。那个宝箱是10块钱人民币开一次，中奖率则是3/1000，其他情况都抽的是垃圾，一文不值啊。那么也就是说，10块钱开一次，中奖率3/1000，你必须要抽3万块钱才有可能中。你要稳中的话，你抽10万块钱，万一你脸黑一点，你真的就是抽7、8万你也抽不中。抽不中怎么办？只能用保底的宝珠去换。在三国杀里面，一颗史诗宝珠的价格是200元人民币啊，换神曹操需要150颗史诗宝珠。那具体一个神曹操值多少钱，你们自己可以算出来啊。而且三国杀的这些英雄都不上链，你不能把它作为交易，你也不能把它算作自己的资产，它不属于你。游戏公司说把你的号封了就封了，游戏公司说不让你玩就不让你玩，因为人家的免责协议里面写得很清楚，这个是属于人家游戏的产权啊，你只是租用借用去玩。可是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永恒纷争啊，永恒纷争目前的价格是0.1个以太坊，折算下来也就差不多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吧啊。而且它有全球最大的审计公司 Certic 的审计，我们来看一下啊 ，Certic 的审计80分啊，哎，你们去看一看，有几个新项目啊，刚上线就能拿到 Certic 的80分的验证，而且大家看这个标志 KYC， 项目方全员是 KYC 过的啊，全部实名认证，从公司到员工全部都留案底了啊。所以呢 Eternal Blood 这个项目它是不存在土狗割韭菜跑路的可能性的。咱们就拿前段时间什么大火的那个跑鞋 Stepen 啊，它就没有任何的审计，也没有任何的认证，所以呢他割了韭菜，他坑了人，他是可以不用负责任的。但是 Eternal Blood 不行，你说他卖了东西，他不给你游戏玩，他不给你登游戏，不给你发产品，你随时都可以告他，人家有案底呢，所以你怕啥？是不是？面具人啊，真不是我吹啊，你们自己去看一看啊 ，OpenSea 上面的这些 NFT， 有几个项目是做过审计和 KYC 的，留过案底的？有几个？几乎没有，很少很少。为啥？因为他们不敢啊，因为他们就是奔着割韭菜来的，割韭菜了，他们又不想负责任，怕你们到时候去找他啊，让他给东西，他给不出来，他随时都跑路，对不对？啊，他们不敢，但是你们敢呀，你们敢被割呀，是不是？你们选项目的时候根本就不看啊，觉得啊这个项目别人带个节奏，吹个牛逼啊，就好得很了，就买了，是吧？啊，好，咱们继续来说主题啊。这个召唤石它保底儿是抽史诗英雄，小概率抽普通英雄，1000块钱人民币左右一颗召唤石。那各位观众，你们知道不？三国杀现在一个占星射箭的英雄都能卖到3000人民币，而且还不是最厉害的那种，最厉害的祈福英雄，哎，少说都要5、6千起步，甚至就是刚才呢，神曹操、神荀彧2、3万一个，还有土豪英雄王8万啊，王朗8万块钱一个，明码标价啊。那各位观众，你说永恒纷争？他走的是全球市场，不仅仅是三国啊，是各个国家的英雄、历史名人，吸引各个国家的粉丝与种啊。那么它的升值空间还会比三国杀低吗？你更别说它还上链还能赚钱，它的升值空间能比三国杀低吗？咱们就说啊，也别说超过三国杀了，持平三国杀，那你也能赚好几倍了，是不是？1000块钱的英雄涨到个3000、5000。甚至涨到上万，是不是啊？好，我给大家演示一下我怎么购买啊。我先登一下我的狐狸钱包。
我先登上去啊。来，我先买上10个，点击购买，然后狐狸钱包就弹出来签名，对吧？然后弹出来这个购买，好，我这就确认了。好，他现在在购买啊。其实我已经买了200个了啊，我这次是再买10个给大家演示啊，10个对我来说不算什么钱，200个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钱，明白了没？现在等他购买。买好了以后，它会跳转，啊，算了，你们要等不及，我就刷新一下，啊，直接点这个 OpenSea 啊，你进去就能看到了，啊，目前的地板价是0.2个以太坊，啊，大家都是对这个召唤石的期待比较高的啊，不到200个人持有，也就是说这个项目处于很前期、很早期的阶段啊，但是不到200个人持有，已经卖出去了2800个，接近3000个召唤石了啊！平均下来，人均15个，人均15个啊！这个购买力和吸引力已经很强了。为啥？因为永恒纷争的这个 NFT， 人家才能叫 NFT， 对不对？你们看一看嘛，你们看看这些英雄的画质，对不？来，我随便点开一个，是不是安娜贝尔？这是很知名的恐怖电影，对吧？看过温子仁那个电影应该都知道，这直接就吸温子仁的粉儿。印度的湿婆，是不是？这些画才叫真正的画，才叫 NFT， 对不对？和你们那些平时看到的什么 AI 智能生成的头像比，真不一样。什么 AI 头像的 NFT， 你随便弄个脚本自动生成个头像，1分钱都不要，免费的啊！但是永恒纷争的这些图都是高级画家一笔一笔画出来的，你自己能看出来吗？这些画画的水平，这些画质，对不对啊？这是一般人能画出来的吗？对不对啊？是不是？来，各位观众，你们就看一看啊，像这种画你找电脑给我生成一个，你给我生成一个，你看你能生成出来不？对不对？啊，各位，面具人我是美术出身的，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啊，什么是价值？我刚才开头也说过了，什么是价值？价值就是它的成本，它的造价，它的造价高，它才有价值，明白了没？你们知道这些画的价值有多高不？你们知道这些画的价值在哪儿不？来，各位，咱们不信可以做一个实验啊！你们把这些英雄的截图啊，随便截啊，拿去问一些游戏公司，问一些广告公司、美术公司，你就拿去随便问，你也不说找国外的问了，你就找国内的游戏公司问一问，画这一张图需要多少钱啊？你就找国内的美术公司问一下，画这一张图需要多少钱，需要多长时间？我现在面具人可以直接告诉你，低于2万块人民币，你往我脸上打。不信你们自己拿着去问啊，这就是它的价值，绝非是你那种什么弄个脚本 AI APP 自动生成出来的头像啊，生成几千个几万个就值钱了，你自己一眼就能看出来区别，对不对？好，这是 Eternal Brawl 永恒纷争，但是面具人我想给你们再说一个惊喜啊，那就是除了 Eternal Brawl 永恒纷争之外，这个项目方它搭建的是一个完全的生态，全生态链啊，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区块链上的腾讯，区块链上的 Steam。 那说到这儿就不得不再说一下 Eternal Brawl 旗上的啊，它是人家旗下，我说的就是旗上的人家的这个太空公会。Space Guild 啊，太空公会，我之前其实也提过啊，我直接点进去，大家也都见过了啊。看，直接点进去，不用登录，因为它用的是 Space 通行证，是一个通证，是用来它整个生态链里面用于玩游戏呀、社交呀，甚至以后交易平台所用的东西。
一账通，只有一个账号或者一个地址，你就能玩它所有的功能了啊。这个 Space 公会呢，太空公会也是 Play to Earn 的一环，而且它的商业逻辑很好。你们可以通过做公会任务。什么是公会任务啊？来，我带你们看一下。这里看它有转发推特、转发 Discord、每日签到、看广告，这就是它的公会任务啊。不管是什么 Facebook 广告呀、推特广告呀、每日签到之类的，你做这些事情，你都是有回报的。你每天分享公会给你的任务、发广告之类的，你就能获取经验值，而这个经验值是可以用作于开启公会的幸运轮盘，去抽奖，获得 NFT 呀、手机呀，甚至它的代币直接给到你，那也就是钱作为奖品。说白了，这个公会就是把玩家的休闲时间转变为了外部广告价值。大家平时没事儿用自己的劳动力呀、闲暇时间呀，点点公会的任务，点一点分享啊，也不浪费时间，对吧？就把自己的碎片时间转化为了价值。而你做了这个事情，你是有价值的，因为你发广告了，你就赚广告费嘛。这个广告费就是这个经验值啊，你就能抽奖，你就能赚钱，明白了没？而这个中间是没有泡沫的，因为广告费直接就把泡沫消化了。比如说哪个奶粉公司呀、可乐呀、饮料呀、母婴用品呀、服装呀，想找人家 Space 公会打广告，那你们就去转发广告，转发了广告以后，公司就会把广告费的一部分发送给你，作为抽奖、作为代币之类的，明白了没？这些都是没有泡沫的，你们明白了没？而且你们可以想象一下啊，等以后这个太空公会旗下的游戏越来越多，玩家越来越多了啊，咱不说太多啊，每天几万人都在转发做任务，那就相当于每天有几万人去帮你手把手的人对人的去推荐广告，是不是？那我就问你，你是广告公司的老板，你有产品，你希不希望每天有几万人帮你去推广你的产品？你希望吧？行，来掏钱，对不对啊？那么作为我们这些广告的用户推广者，那我们本身推广也能获取收益，是不是？这个商业价值是一个完美的生态循环，而且它的商业价值是不可估量的，人传人啊，推荐的人广告越多了，人一看，哎，这个东西还挺好，还能赚钱，免费白嫖，哎，我无非就是浪费一点我每天的这些闲暇的时间，点点手机嘛，然后就能转变为外部价值，挺好的。或者是人家玩游戏的人想获得游戏道具了啊，每个季度的游戏道具广告的抽奖不一样，他就想要这个东西，他没这个东西，他的游戏升不了级，哎，那他就必须得做这个广告任务，对不对？其实这里面啊，分为两种人，一种就是真心喜欢玩游戏的，每天做签到呀、做广告呀，啊，为了拿到专属的游戏道具；要么就是还有一些人搞网络兼职，想靠网络赚钱的 Play to Earn 的，就奔着赚钱来的去做这个任务。做了任务了以后呢，广告推出去了，官方是不是就能吸引更多的人，或者是帮什么啊服装店呀、奶粉呀、公司呀打广告，收广告费，广告费的一部分再分给做任务的人，这真他妈的是天才设计呀！而且你们知道不，这个项目方他的良心之处是在于哪儿啊？他这一次给老玩家更新的公会功能是完全免费的，没有发任何的 NFT， 也没有发任何的新币，就是让大家免费玩啊！而且他接下来会推出更多更好玩的游戏，并且官方承诺了，只用一个平台币，绝对不会啊推一个游戏发一个币割一波韭菜，推一个游戏发一个币，官方不这么做。人家是真正的企业家，人家心存高远，是要打造真正的生意，你们听懂了没？如果说这个币它能覆盖，比如说像什么大话西游呀、石器时代呀、CF 呀、三国杀呀，各种各样的好玩的这种情怀游戏，每个游戏都要用这个币，每个游戏都有几万人去玩，几千人去玩啊，行不行？少了说几千人，那我就问你，你这个币有没有升值空间？而且它现在还没有开始 IDO 啊，所以呢，随着游戏生态的越来越多，玩家的越来越多，广告的越来越多，它的币价是不是也就越来越高？
随着找他下订单、买广告的、买他的币的、用币下广告的这些外部商家越来越多，它的价值会不会越来越高？会不会？因为你买广告需要平台币嘛，你玩游戏也需要平台币，你以后搞这种社交媒体直播打赏，你还是需要平台币嘛？啊，别人没有平台币咋办？找你买嘛，你有是不是？哦，顺带说一下啊，现在参加召唤石的预售，买5颗召唤石就可以参加太空公会 Space Guild 的平台币 Space Token 代币的 IDO，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种币。它以后是有这么多的应用，这么多的外部价值，第一波进场的机会就是从现在的召唤石开始的啊。CNDR 宝箱你们来不及了，你们赶不上趟了，人家已经不卖了啊。各位说到这儿，你们可以回想一下，总结一下，感慨一下这个项目方的格局，他的善良程度，他的诚实程度，是不是人家都CertiK 审计了，备案了，对不对？就证明他真的是要打造 Space 通行证，打造区块链的 Steam， 区块链的腾讯，区块链的抖音。这个我下期再说啊，他这个通行证的魅力在哪儿？总之呢，机会不多。这个 Space Token 旗下的 Internal Brawl 的召唤石啊，就昨天到今天还不到1天时间啊，就直接卖了2800多个，将近3000个啊，总共发行2万个。不过面具人，我是了解这个项目方的性格啊，真的，我保不准，万一哪天项目方抽风了，人家觉得够了，人家不想再卖钱再割韭菜了，人家就直接把这个关闭了，就不卖了啊。毕竟你看他的这个页游已经做的差不多了，随时都能玩了，能不能玩就看项目方他什么时候开放了嘛，对吧？啊，那你说他现在他觉得卖的差不多了，他不卖了，把这些召唤师留下来，以后就跟三国杀一样，在游戏里面明码标价高价卖，对不对？多好的，他能挣多，为啥要挣少呢？他不如留到游戏里头，以后卖高价，对不对？好，这是这个游戏我认为的它的魅力之处所在。我也今天给大家做了一个比较全面的分析。至于它真的好不好，你不能听我嘴说，你们自己可以动手亲力亲为的去查一查，市面上有没有类似这样全生态的项目，有没有类似这样所有的资料都是安全备份的项目，有没有如此品质高的 NFT 作画的项目，有没有？你不要听我说，你自己很简单嘛，打开网页鼠标点2下，自己去查，行不行？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分析一下比特币和以太坊的行情啊。好，咱们来说一下以太坊的基本面啊。我从链上数据观察的得出来了一个结论啊，那就是以太坊现在的持有量是略高于抛压的。那这就表明了有很多人非常看好以太坊 Layer 2的合并。虽然呢，以太坊现在也有一定量的抛压，但是这些抛压都是来自以交易所为主力而产生的抛压。毕竟人家交易所为了赚钱，为了套利嘛，有抛压很正常，做个上下波浪，割点韭菜很正常。可是以太坊目前总体的基本面作为这些投资者、消费者们，他们还是非常看好以太坊合并的这个 Layer 2的。但是这也有风险点啊，那就是合并之前这个风险点在于各路土狗，包括一些投机的什么网红呀、大哥呀，他们会准备等着分叉蹭流量，说这个以太坊的分叉是他来做带头人的，他自己是被授权分叉之类的他要带头去分叉以太坊的几千亿几万亿的大市场不是几千亿几万亿几百亿的大市场，他自己要领头带大家赚钱，去分叉掉以太坊几百亿的大市场，让大家都赚钱，巴拉巴拉巴拉之类的骗局去做所谓的土狗分叉币，去做所谓的以太坊影子币，去做所谓的
以太坊分叉币，肯定会有很多人这么做，最近也已经有苗头了啊。那面具人，我想告诉你们，此举一出来，确实有可能会撼动出来一些抛压，所以呢，会对以太坊造成一定的不利的影响。那根据这种现象啊，面具人，我觉得在以太坊确定合并之前，确实会有一些波浪，而以太坊上攻上去的概率不是很大，最起码最近短期不是很大。从数据来看，大家也能看出来啊，以太坊现在唯一上攻的时机，我认为应该是合并的前夕，就是快接近合并了啊，还不是这几天。那随着以太坊合并的这个脚步临近啊 ，Matic 也会跟着沾光，因为 Matic 它也是 Layer 2的项目。但是雪崩 BSC 面临的压力会不小，因为以太坊转了 Layer 2合并了以后，像雪崩呀 BSC 这两个链就要优势没优势，要情怀要老牌也都没老牌了，对不对？要情怀也没情怀了啊，这是一些基本情况。总之呢，各位，你们想要利润的话，一定要看清市场啊！一定要记住我今天给你们说的事情和未来的行业风向标格局。想要利润的话，还不快快打开永恒纷争的网站去买上2颗召唤石？哦，不对，买5颗，你就能拿到超越去年 AXS 的潜力币了。这可是今年引领风潮的大项目，具体好不好？商业模式我刚才都已经给你说了，团队实力我刚才也都给你们说了，你自己有脑子能分析，对吧？没必要听我的。你们看嘛，三国杀的武将都卖的那么贵，而且还是无限量增发的，可永恒纷争的召唤石就那么多，卖完了就完了，说不定项目方哪天抽风了还不卖了，人家就是留着要在游戏里面跪着卖啊，到那个时候你就等着流泪吧。游戏很快就出来了，你可以看他那个网站，那个页游已经做得很完善了，所以大家可以抓紧机会。如果你们有什么疑问，可以搜索添加 ID maskman118进我的会员群去咨询我，还等什么？自己进网站仔细验证一下，好不好？拜拜。